確定他真的完全沒有辦法走路，很多醫生都沒有辦法診斷，就看到他女兒正常的走過來。那什麼神蹟呀？歡迎來到嗨帶，我是台灣妞，我是喜娜。今天要來跟大家分享一個年輕女生從小就生病的一個故事，比較沒有血腥的啦，所以今天不喜歡血腥的可以放心收看。一片留言都刷說要血腥啊，在說些什麼？1997年在大邱一個很平凡的家庭，他們就生了一個小女生。有一點不大正常的地方是，通常小孩子好像1歲上下的時候就會開始走路了嘛。對。那個小孩子就是到了1歲的時候都還沒有辦法走，他甚至連站起來都沒有辦法好好的站。到了2歲多了以後，才確定他真的完全沒有辦法走路。他就算站起來，他會踮腳走，會非常僵硬的這樣子走路。所以從那時候開始，爸爸媽媽就帶他到處去看醫生，很多醫生都沒有辦法診斷他到底怎麼了，然後或者是每個醫院講的都不一樣。其中呢，他們去了一家很大的醫院，是講說他就是腦性麻痹，就是我們俗稱的小兒麻痹。但是呢，腦性麻痹或小兒麻痹通常會有原因嘛，他又沒有任何的原因耶，不知道為什麼會突然這樣。後來又去了很多家醫院，那有的呢是會講說他是僵直性四肢肌炎症，或者是講說原因不明的腦性麻痹，就還是講他是腦性麻痹。他甚至於因此就得到了障礙人1級的診斷，從此以後就過着殘障人士的生活。因為他是完全沒有辦法自行行走的，所以他需要坐輪椅。那當然坐輪椅就需要有人陪伴他上學，但是學校有很多的課程他就沒有辦法參與，也導致於呢他在學校會被大家欺負。比如說要幫他推輪椅，可是到那個下坡路段的時候就把手放掉，讓他滾下去，或者是把他的課本丟到垃圾桶裡面等等，就是各種我們想得到的欺負方式，導致於呢這個女主角她叫秀智，秀智她非常的心情低落，她甚至于有想過要結束自己的生命。可是呢，他又看到自己的爸爸媽媽養了他還是那麼的開朗，很為他着想，他就是完全為了爸爸媽媽活下去。從小到大這段時間呢，父母還是沒有放棄，因為通常腦性麻痹會伴隨着其他症狀，但是秀智最明顯的就只是有走路比較不正常，肢體上面有一些僵直的狀況。父母還是不時的會砸大錢，會把他帶到國外去給別的醫院診斷，但最後呢都是一樣沒有得到治療。最後他們在大邱呢，就是找了一家醫院，一樣就是診斷他腦性麻痹，建議他要長期的去做物理治療。做物理治療的原因呢，並不是治療他，避免他的肌肉萎縮，因為他不是都會僵直，然後走路這樣子，或是踮腳這樣，那他肌肉一定會發展的不正常。隨着他年紀的增長，那個肌肉的不正常就會影響到他的發育，因為他要長高了嘛。透過這些物理治療去放鬆他的肌肉等等。他那時候幾歲啊？13歲，還是小朋友的。就在有一天呢，治療的過程裡面，物理治療師就問了他很多問題，比如說他生活習慣啊，平常感到最不舒服的時候啊，然後還有身體的一些症狀。在問了他這麼多話了以後呢，就偷偷把他的爸爸拉到旁邊，非常小心翼翼的跟那位爸爸說：“我自己個人的淺見，我也不是醫生，但是呢，服務了這麼多腦性麻痹的人，我覺得您女兒有可能不是腦性麻痹，你要不要帶去首爾的大醫院再做一次比較精密的檢查看看？”然後他就推薦了一對醫生。那爸爸其實當下蠻衝擊的，因為他已經這樣子過了10幾年，自認為已經到處看遍醫生了。因為這個物理治療師他有28年物理治療經驗，他看過的病患是非常非常多的。他其中有提到說，因為您的女兒她的症狀時好時壞，腦性麻痹是不會這樣。特別你女兒有提到說，她早上的時候是好的，可是她到了晚上的時候會越來越嚴重。腦性麻痹的人不會這樣。總而言之，他各方面的症狀呢，跟他服務過的腦性麻痹的病患呢，真的有太大的出入了。爸爸就跟媽媽講這件事情，他們就一起把女兒帶到首爾的大醫院。到了首爾大醫院了，然後他們就做了 MRI 檢查，然後各式各樣的檢查之後，醫生呢就拿出來一款藥。他說：“另外啊，看起來真的有可能不是腦性麻痹，那我先開給你這款藥回去吃吃看。”其實爸媽還在衝擊之下，因為他們都已經經歷了這麼多辛苦的地方，女兒也經歷這麼多辛苦的地方，然後你現在開一碗藥跟我講說可以治療，我們現在是在聽一個故事，可是他們當下可是活了10幾年，真的看護他的生活。回去以後呢，他就吃那個藥。剛開始吃的時候呢，只是覺得好像他脖子轉動的比較順，不會有那種僵直的狀況。他吃到第2天的早上的時候，一大早就聽到他女兒在客廳大叫：“爸爸！”
就看到他女兒在客廳走過來，面着爸爸走過來，而且是正常的走過來，就他本来都要坐輪椅。那是什麼神機呀？結果呢，這個女生她得到的這個病呢，是一種極端罕見的疾病，叫做賴川氏症。200萬裡面的人才會有1個人得到的罕見疾病。它是 DNA 上面的某一種不全，導致於身體要合成多巴胺的時候，其中一個環節會沒有辦法正常的成功化學反應做出多巴胺。所以他身體這些所有的症狀，比如说像是行動遲緩、行動僵化、僵直、難以平衡、保持身體反射體位太久等等的這些症狀呢，都是屬於這個西高瓦病賴川氏症會有的症狀。其實賴川氏症呢，有無數的誤判都會被判斷為是小兒麻痹，那它就是其中一例。基本上他的這個病呢，只要透過穩定的服用多巴胺，他就可以恢復正常人的生活。所以那個首爾大醫院是知道這件事才給他那個藥。對。他從1997年的時候就已經生病，然後又去了這麼多的醫院，都沒有人診斷出來。然後包含最後他們長期待的那一家醫院，他甚至有住院過。那個醫生不是要一直反覆來 check 他的狀況嗎？也都沒有發現說他可能不是腦性麻痹這樣子。其實呢，是因為這個賴川氏症呢，它是在1976年的時候才被日本的賴川醫生發現的，蠻新的疾病。他發病是1999年嘛，其實那疾病才20幾年而已。如果說那個醫生他已經是一個40、50歲的人，其實在他的醫學院生涯是沒有接觸過這個疾病的。當醫生了以後，除非他有再去參加一些新的疾病的 seminar 或是什麼，他才有可能會知道這個疾病，然後才有可能會知道誤診啊等等的。他的醫生你要說他誤診也是情有可原嘛，可是總而言之，在那時候的醫療狀況下面，他的確很有可能沒有更新到這個疾病，而導致於他的誤診。秀智呢，他就對於他的主治醫院呢做出了醫療疏失的控告，最後醫院這邊是有被判定1億韓元的賠償。我覺得算是一個蠻好的落幕，至少他得到了他的賠償。然後呢，秀智也說他沒有很責怪醫院，雖然這些10幾年的歲月他覺得十分非常的辛苦，受了沒有必要的苦難，可是他決定繼續向前看，因為他覺得他現在就是可以過很棒的日子這樣子。我會決定要做這個影片的原因呢，是因為這個報道，住在濟州島24歲的倉葵，這是英裔，他看到這個報道以後呢，他覺得他有一模一樣的症狀，他也是早上的時候一點都不嚴重，然後下午的時候變得嚴重，然後他也沒有一般他看到的腦性麻痹的人會發生的情形，深度的懷疑說，該不會我也是這個賴川氏症吧？所以他就去做了這個身體檢查。那賴川氏症呢，它因為是基因缺陷，所以你要做的是基因排列序，基因裡面的異常檢查，你要做特殊的檢查才檢查得到。就檢查出來，他還真的就是賴川氏症。所以呢，他從24歲開始服藥，開始吃那個多巴胺，然後他現在也恢復正常了。那這個秀智呢，他未來呢，他是想要做志工，他覺得可以去幫助更多需要的人。那這個倉葵呢，他覺得他現在可以走更多的路，他想要變成一個世界上很有用、很有回饋社會的一個人。那我就會覺得說，不管是他們父母，或是他們自己本人，小時候的那個童年，完全是我們沒有辦法想象的。你想想，一個殘疾人士有一天突然可以飛奔了。他爸媽應該痛哭流涕吧？真的，真的，每天定期服藥就可以解決的事情，是不是很感人？我特別想要分享這個故事呢。我們的影片在華語圈的不知道哪一個角落，也許有一個人他可以看到這個影片，也可以得到一個很正確的診斷。真的耶，因為它就是一個很容易被誤判的疾病，很難得我們這麼溫馨吧？真的，它就是一個很容易被誤判的疾病，但其實要透過很簡單的服藥就可以解決。我今天想說難得我們來溫馨一下好了，所以做了這個單元。如果你喜歡我們的分享的話，記得訂閱我們的頻道。Hi Day， 開啟小鈴鐺。我是台灣妞，我是喜娜，拜拜。你女兒的那個敬語，我記得有什麼呀？敬語令不是令令尊，令尊是爸爸，令尊是爸爸，令媛是令媛嗎？那个是令，那个念媛嗎？一個女字旁。